一般人大家都不怎么清楚，都不太清楚说加拿大这边退休的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有的人说呀，反正将来每个月都可以领到1000块钱，不一定。如果你收入高，你就不一定有这个政府。加拿大退休福利呢，它分几种，政府有3个，然后个人呢有2个。今天呢，我们是讲加拿大退休的福利。加拿大退休福利呢，它分几种啊？一个是政府的部分，政府呢它分叫做 CPP 啊 ，Canada Pension Plan， 加拿大的工作退休金。然后呢，有 Old Age Security， 就是老年的津贴。然后第3个呢是叫做 GIS，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ary， 叫做低收入的补助。这个是政府的退休福利的部分，这3样。然后呢，个人的话呢，有 RRSP，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然后呢，又有一个叫做 TFSA， 免税储蓄账号。所以政府有3个，然后个人呢有2个。所以呢，这个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人一般来为退休做准备。那这样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 CPP 啊，你能拿多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拿 ？Old Age Security 你能拿多少 ？GIS 低收入补助什么人能拿，什么人拿不到？还有 GIS 低收入补助，你在加拿大住的，比方说你住了40年，按道理讲就领到最高的低收入补助，但事实上不是的。就是说，如果你在加拿大住了一辈子，然后呢你收入很低，那你65岁的时候呢，政府给你补1065块钱。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一个，比方说55岁来的加拿大，然后到65岁呢正好住了10年，然后在这边呢你又没有其他收入，那这个时候呢，你最多呢就是可以领到差不多有1500多块钱。这就很奇怪的一些数字啊，对。还有呢，就是说，什么时候退休领啊？60岁领还是65岁领还是70岁领啊？这个 CPP 呢，最早60岁可以拿，这个政府呢是说65岁是正常的，70最晚是70岁可以拿。那么什么时候领最合适？这个呢又和平均寿命有关。如果比方说一个家族里面是70几岁人就不在了哈，那这样的话就要早一点领啊，因为领得越早，它领的金额会少，领得越晚金额会增加。领得越早呢，65岁往前推。每早领1个月，你的 benefit 是永远的少0.6%，所以你早领1年，就是这个少领7.2%。你如果60岁就开始领，那这样的话呢，7.2%乘以5呢，就是你就少领36%。就是本来假设1个月你领1000块钱哈，如果你从60岁开始领，你1个月呢就只能领640块钱啊。如果呢，你说我晚一点领，每晚领1个月呢，你可以多领0.7%，所以呢，每1年呢就是8.4%。然后呢，5年的话就是42%，所以你本来是领1000块钱的，但是你如果70岁开始领，你就领1420块钱，来回已经差了对，差不多差了1倍了，1倍多一些哈。但是呢，如果你家族人反正本来就只能活70多岁哈，那这样的话你晚领没意义哈。因为如果你68岁去世了，你1分钱就没领到，你知道吗？但是如果家族里面是长寿基因，90几岁啊，什么100岁啊，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晚领。所以它有蛮多的这个策略的啊。如果是低收入的群体，是一些策略，然后呢是中等收入的群体呢是一个策略，然后呢就是如果是高收入的群体啊，那就是另外的一个策略啊。所以它实际上为退休做准备，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那么它每一样是怎么规定的啊？怎么样呢能够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啊？怎么样呢能够自己的退休收入呢就是最大化？今天开始呢就很系统性的来讲一讲啊政府的福利以及怎么样最优化自己的退休收入。